安倍死后会发生什么？日本的和平宪法将被终结，但是这次刺杀行动已经动摇了日本对未来的信心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田少。在安倍遇刺身亡之后，给东北亚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波远没有结束，因为日本国内增加了对右翼的同情票。毫无疑问，日本参议院修宪派议员的数量占据优势，从而使日本修宪成功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岸田文雄更是说了2个重要的内容：第一，将尽快在国会发起修宪动议；第二，日本未来5年要彻底增强包括反击能力在内的防卫能力。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给日本起草的和平宪法将会被修改，日本自卫队将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的军队，那么他们武力干涉台海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增大。的确，安倍的死亡让日本右翼加速复苏，但是这一定会引发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危机吗？国内很多专家都认为会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们也需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。就算日本修宪成功，它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威胁恐怕也没有那么大，因为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2战期间的日本了，因为现在的东北亚已经有了中国这个强大的国家。安倍死后，日本人可能会关注安倍怎么被韩国的邪教给害死了，而世界各国政要更关注的是他的政治遗产。美国分析人士和评论员关注的焦点是安倍在重新解释宪法，对集体自卫限制的基础上扩大了日本的安全角色。安倍他的反华言行并非是感情冲动，而是有着长远的国家战略考量。在某些美国圈子里，安倍被描绘成美国所采取的反华战略的缔造者，或者被描绘成美国的忠实盟友。华盛顿邮报评论员罗辑写道，安倍调整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，将重点放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上，而当时美国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仍然坚持与中国采取基于接触的方式。安倍唯一的英文传记的作者托拜厄斯·哈里斯表示，安倍在第一次首相任期内对中国长达3年的广泛求爱完全是虚构的，他是美国最受尊重的日本政策制定者之一。安倍因奉承特朗普而受到了批评，他的外交成功几乎都集中在中国这边，而在对韩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非常失败。虽然安倍是一个日本右翼，但是表现的并不极端，全世界都认为安倍更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他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边，在其他的地方谋取利益。但是安倍被逐出了日本政坛，让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担心，此举给危险时刻打开了大门。其实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夸大的说法，日本有可能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，但是刺杀事件更有可能会动摇日本对其未来的信心。现在岸田文雄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契机，该国可以采取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理性冷静，并调整日本的战略，也就是让日本回归更加现实、更加理性的外交战略。第2种选择就是日本可以打出王牌，换取焦虑和忧虑，以激起对民粹主义计划的支持。接下来迅速地提高其国防开支，甚至利用安倍之死迅速地推动其长期坚持的军事目标，即修改日本宪法中的反战条款。总体来看，就算安倍死后，日本参议院修改了和平宪法，日本是否一定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？目前他们的实力恐怕还不允许。但如果日本真的走上这条路，中国不妨让日本认清谁才是能够决定东北亚安全形势的主要力量。同时呢，也会让那些死心塌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极右分子，并体验一下被彻底清算历史罪孽的滋味，并且承担挑衅而造成的严重后果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